好，开始了。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很厉害的，应该大部分人都有听过的一轮玫瑰。对，那我决定从今天起要开始自己入镜，多录一点啊。对，因为怕最后变成那个最近的波特王的状况，大家以为豪哥是老板啊，都把我给忘了，开玩笑。那这个是下午的时候，女神特别交代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拍一支一轮玫瑰跟新版的，对，这叫什么玫瑰？这你拿到一轮玫瑰，这是夜色玫瑰。夜色玫瑰，对，夜色玫瑰对，跟夜色玫瑰，很多人都想要问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对，对不对？这个是大家最好奇。对对。那今天就让我来帮大家介绍，对，然后我是直接闻一下香水老白，问我最准了。对，那一轮玫瑰，我的印象是它是非常盛大的玫瑰了，大概有1000朵在你面前，整个盛开的感觉，捧在你面前这样。对，那这个新版的，今年出的吧，连他们的官方网站都已经正式宣布，这个是接棒的嘛，对不对？对对对，没错。那这个我没有闻过，前调跟一轮玫瑰确实有点不一样，好，但是我们这次直接在一个镜头里面做2支的比较介绍，让你一次可以更了解它的差别，好不好？是，就直接给它打开，我们直接一边喷一种吗？一边喷一种。好，左手旧版的一轮玫瑰，这个都新的了，这个还没打开过了。哦，对，这个也是新的。对，新的就要打开给大家。当然，是的，我们这么有诚意，好不好？一轮的是50 ml 的，然后这个夜色玫瑰是100 ml 的。那夜色玫瑰它其实50、100都有啦，我们就直接拿100的给大家看，然后比较一下50跟100的。来，那我们先镜头前走一下啊。好，左手这个是旧版的一轮玫瑰，对 ，UNE Rose， 法国的 UNE 的意思啦哈，所以它就直接翻一轮玫瑰 ，OK。好，然后这个是夜色新版的夜色玫瑰，这是100 ml 的。好 ，OK。好，那我们来试试看，你自己这2款都闻过，对不对？对。你自己有感觉什么差别吗？有，我觉得刚开头有差别。刚开头就有差别，对不对？对。好，那我们留待整个一镜到底走完，大家知道对差别是什么，好不好？那先来直接来试，我们都是左手叫做左手是一轮玫瑰。好，你的左手，我今天都还没喷啦，这是新的。来，这个一出来玫瑰的，你所认知到的玫瑰该有的味道就出来，好香啊！这个玫瑰的有一点花瓣，然后它带一点色感，对不对？然后又有一点它的香气，它不是一点，是好多点的香气。呀。然后非常盛大，好像一直不断的玫瑰花瓣开起来的那种绽放感，一朵一朵的这样子出现，对，在你面前哦，很有画面这样子。盛开的玫瑰哦，它不是含苞的那一种，就整个就是盛开在你面前。好，那我们接着好，直接夜色玫瑰新版在这，右手好。再多一点啊，不然他刚刚喷了3下，这个歪了，歪了，可能是我今天很香哦，喷了3下。对，一开始就不一样，好，对，是完全就不一样，对，开头是不一样。如果你期盼一轮玫瑰一开始带给你的盛大感的话，那我觉得夜色玫瑰就含蓄多了。对，我也这样觉得。它完全没有一轮玫瑰的这种气势，在前场的时候、出场的时候
对，有一些电影在一开头让你这个3分钟就已经开始在紧凑的节奏。一轮玫瑰是这样的呈现。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剧情片，它需要一点故事的铺陈。那如果以颜色来说的话，我觉得一轮玫瑰就是不管是红色深邃的酒红色，或者是粉红色的玫瑰，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各个地方一直冒出来的感觉了。那这一支反而却是比较绿感的，应该说它的叶子跟它的梗带着刺的这个感觉，你会闻到是比较多在这一节的。对，我也这样觉得。那包含说它的开的幅度大概只开了50%左右哦。以现在的呈现来看，前面的感觉。那我觉得它这一支夜色玫瑰，一开始你闻不到它的盛大感，但是你会慢慢的感觉它从50%开始开启。对。落差在这边，可是我觉得它跟空气接触之后，有越来越绽放的感觉，像这个缩时摄影的影片，对啊，只是它比较慢一点这样。对，你不要一开头就对它失望。有一些你需要给它一点时间，让它去成熟成长。对。但是它随着大概3分钟过去之后，我觉得它的味道越来越显著。是，我觉得它一开始2个的在1分钟以内的感觉，有点像是说一轮它一开始就已经有那种就是老酒的那种感觉，比较成年一点的，至少2-3年以上。那但是夜色玫瑰就真的是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刚新产出来的那种酒的感觉，就是博什么来？薄酒来，就是新的，所以它一开始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新鲜，它是绿感多一点的，不是那么玫瑰的感觉。但是1分钟过后，我觉得它已经慢慢，就像刚刚那个 Elton 讲，它的已经就是夜色的那个玫瑰味已经越来越出来了。对，它本来是有这个夜色玫瑰本来有一点羞涩的感觉，但是越随着时间，他越来越有自信的绽放他自己。我觉得这个后调中段已经就蛮像了，对，我觉得大概1-2分钟后就两边就越来越雷同了，对，对，所以我们要说，如果要说它不一样，我觉得只有在前面的地方的感觉不一样而已。那我必须老实讲，你看我刚刚在这边左手喷了3下，右手喷2下，但是我跟你说，它5分钟过后，现在几分钟了？8分钟，8分钟。不过我们可能大概喷5-6分钟差不多啦。前面有一些废话嘛。大概它的后调，我觉得中段味道已经盖过原本的一轮玫瑰，所以它没有输一轮玫瑰。是啊，我觉得两边已经完全平衡。可是它的留香比一轮强。我给你看镜头前的光泽度，看得到？对不对？那边有喷吗？这边有喷啊，对。但是你看这个香精的光泽感，是，对。然后这边是夜色，对不对？夜色。那这个是，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差别。对，真的耶。如果2相比较的话，我老实说，这个中后段的持香是夜色比较强哈。你就知道，在国外，特别欧洲，他们对于这种夜香，你知道夜香就是什么？说穿了就是让你在夜店的时候都还可以这么多复杂的味道里面，还可以让你是这么的跳出来，对不对？表示说这个是它是强，是它的不管是用料或者持香，或者是它要凸显出来的味道，都是比较强的。对，所以如果它能够称为夜色玫瑰，我相信它有这种意味在啦。对。好 ，OK，
中段我觉得差不多应该到这边。好，那我们闻起来的感觉应该是2个都是前调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中调已经开始趋于一致了。但是如果以强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新版的夜色玫瑰，它的不管是冲击你的鼻腔啊，或者是它的持香啊，都要优过于原本的一轮玫瑰。好，那一轮玫瑰旧版的也很赞，但是我觉得新的又更加凸显强化。我们之前拍的时候，老实讲，因为都是分开，有分开，对，然后也是那时候在直播吧，直接喷差别，我们只有讲到前面不太一样，中后调都一样，可是没有像这一次，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闻太多味道了，对，那这一次是非常纯粹的，就只把2支，左手的一轮玫瑰跟右手的夜色玫瑰做1比1的比较，这样子，对，那你自己的感觉呢？我觉得一轮它的感觉就是比较再沉稳一点点。一轮哦。对，然后夜色你为什么说它在7、8分钟后，它的那个新鲜度还是维持在，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新鲜感、新鲜度比一轮再强一点点。对，就是有这种感觉，真的有。那事实上，我觉得中后调其实都差不多了啦。对。那市场上的说法有说。因为这个一轮玫瑰在中国大陆市场已经被注册掉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改名。我相信这个说法，因为你知道那边就是各种注册名称的蟑螂非常多嘛，反正你要销到他那边，你就是要先跟他卖，对不对？对。那我记得连苹果 Apple 这个世界知名的品牌，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网络蟑螂就把它全部认证下来了，对。那你要去的时候，来给钱。那我本来认为 Apple 是不会给了，以美国人的个性，但没想到苹果，他跟苹果要了一笔嘛，蛮大笔的，结果苹果给他照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酷啊。对，所以你会知道说，在那里确实有这样子的文化出现，是，所以这个说法我认同。那另外我自己却也觉得，就是以现在的整个大环境，包含气候变迁。我觉得原物料收成也才出现了蛮多的困难。你看，像现在年初的这个战争，就造成了粮食，很多粮食的收成就欠收了。对，那这个是人为的嘛，对不对？那但是在大自然，你知道，随着温度、纬度的失衡之后，以前在某一些地区里面盛产的，他们开始收成越来越变不好了。那在这个讲究原料香材越是纯粹的这种沙龙香，那在取样的话更是略显困难。对，所以我也相信也有可能会是因为，我觉得两种原因都有，欠收的问题，所以需要做一点变化。所以各位香水粉丝，你要知道说，香水这种香材会随着时间，它不会永远的都一样。对，除非你同一瓶也有可能会不一样。除非你用化学合成，那你可以保持它长久的稳定度。对，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但是如果你要研究这个天然香材的话，我相信它是每一批都不一样，就很像我们的葡萄酒，每一个年份，对，每一年都不一样，或者是气候、湿度啊、温度都会影响它的味道哦。是，所以我相信香水更是如此。那这是我们上半場跟你做的2支的比较，一轮玫瑰跟新的夜色玫瑰。那我们回头再看看它的后调有没有不一样。OK， 好，回来了。对，后调。对，一轮玫瑰跟夜色玫瑰新版跟旧版的差别。是。你先说说看好了，现在两边的后调有差别吗？我觉得就是98%相似。我觉得应该是99%。对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了。对啊，我也觉得没有差别。对，我觉得他有一些会说，就是哪里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只有前面2分钟。那我觉得厉害的是，居然后面都会一样，对，也是很厉害。对啊。但前面确实是不一样。是。那这个我们刚刚中段的时候也特别
内部开了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大家都试了一下嘛。那有同事就说，原本一轮玫瑰是要呈现一支玫瑰的这个盛开的感觉，那夜色玫瑰是要呈现暴风雨之后过后，然后打在这个玫瑰上，然后玫瑰花瓣落在土壤上这样子。那它呈现的比较湿的，比较湿润感觉，湿润比较闷的这个感觉。但是这文字果然是厉害啦。对。那以我这个理工男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两个，我觉得是一样的。但是你要讲说他形容那个也是有那个感觉在里面，的确是没有错。对。一开始。对，一开始。那但我可能想象力比较没有办法到那么美的意境去。对。那我就这两个实测，分别左手跟右手，我们来做比较的话，我是觉得只有前面3分钟到5分钟可能有所变化不同。对。那但是5分钟之后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是，因为好像也是品牌那边有讲到说，新的夜色玫瑰像也暴风过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意境呈现在前几分钟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开始的时候一轮玫瑰它是比较很快速的稳稳的就呈现它玫瑰的感觉，但是夜色玫瑰它是一开始先绿感非常强，就有这种那种湿润感，有没有？然后反而花味道没有那么明显，是大概1分钟之后它慢慢也就出来了这样。因为暴风雨就是突然很快的嘛，对，就是刷之后重击重创，对，马上就开始玫瑰都掉了这样，对，但它不会很长持久了，不会说一直都在整个暴风没有，暴风过一下就没了，对，是。那如果它是要呈现这样的话，那确实3分钟，对，暴风雨就过了，很像我们的午后雷阵雨啊，是。好，那这样我们也是要说一下我们比照，对，我们那个穿搭，在什么样的场合适合这一支？我觉得如果3分钟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场合的差别了啦，因为你喷出去，你光走路到门口都已经3分钟了。对，其实这2支已经算是一样的这样。对，大家知道就是味道是其实一样的。3分钟之内你会自己感觉不同，对。那当你梳妆打扮要出门之后，就完全都是一轮玫瑰，对，就是一样。是。那其实老实说，我们已经试了2-3次了，对，这一次是确实把影片整个把它拍起来，是让大家做一个比较，可以知道。香。那你自己来，你自己觉得这一支前面跟我们先讲前调好了，是。既然后调是一样，那分数大概就比较没有什么特色了，对，比较没有什么，就是算同一支的对分数。但是如果以前调来讲，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很难选呢，应该是旧版的，我更喜欢一点点，但新的还是很不错，就是只是真的是差那一点点而已。对，然后旧版它就是真的是一开始它就非常的扑鼻，对，就很玫瑰味道就很明显，是，对，然后新的它就是真的是你要等它一下，要稍微有耐心一下，大概30秒过后，玫瑰就慢慢就开始出来这样子，对，没错。好，那如果前调的话，讲实话，我当然是喜欢这个，一开始一喷就哇，很明显这样子，对。那但是如果以3分钟的差距，我觉得它要表达的意境，它是有表达到了。暴风雨过后嘛，对不对？是。玫瑰开始，雨停了，玫瑰开始开了，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有表达到，但是两个以前段来，我还是比较喜欢一轮玫瑰。但是3分钟过后，我必须很诚实的说，2支都是一模一样。对，没有什么，我觉得很相似差别，甚至我觉得中后调的持香跟它的强度，我觉得新版的会做的比旧版的更强。
我不晓得你自己感觉有没有觉得？在我身上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对，差不多。那我是一直觉得新版的是比旧版的还要它就是要更加强，再明亮一点，年轻有活力、冲劲一点吗？也不是，就是它的力度。假如说这个的力度是8分的话，那这个大概是到力度到9.9分多这样子，哇！就是要呈现的那个是，对，相对它也是比较吃香的。对，我觉得新版的反而比较更有层次感哎，我觉得在那个前后的表现上来讲，对。我这样讲好了，讲得更白一点。我闻右手夜色玫瑰，是，对，夜色玫瑰，对，夜色。再回头闻一轮玫瑰，我会觉得这个味道就闻不太到这样子啊，对。但是我再过一下子，我先闻一轮玫瑰，再闻这个，我会感受到，还是闻得到夜色。这个味道又，所以可以感觉到夜色的确是比较好像再浓郁一点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做的2支的比较。对，我是比较以一个老白消费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是，就是前后差别。那很有意境的，这个我可能说不了啦。对，但是就是如实写实的跟各位呈现我所闻到的感觉。不会，已经形容的非常好了。谢谢。虽然大家这样，那都记得我的面孔哈。不要以为都是那个戴眼镜、戴口罩的，好，开个玩笑。然后评分，我们是不是也是需要评分一下？好啊，针对这一支，好啊，应该不用分版本了。不用分版本，要分版本吗？这一支玫瑰基本上就是天花板了。对啊，对，如果0到10分，这直接一定是天花板的分数，太多了。就是满分了，不管几分，它都是满分。目前我还没有闻过玫瑰这么的写实，这么的逼真。对，那它是应该第一支。当然，如果说我6年前开始引进台湾的这个Jo Malone的话，是，我觉得那时候Jo Malone的红玫瑰就让我觉得很惊艳、很新鲜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等于是带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对。但是好还要再更好，强还要再更强。我觉得在遇到一轮玫瑰之后，对，目前回头望去很难，你就可以做一个比较了，你就知道这是最棒的。之后呢，你再去闻其他支，你就可以知道差异在哪边。那如果问我心目中第2支，我会是说柏林少女。柏林，那也是前几名之一。换你给个分呢？这一支一轮玫瑰也是啊。我刚刚说，如果它满分10分，就给10分；如果满分是100，就是100分。绝对是。对，是。那差别只有在这个3分钟。对，前面我等于觉得是没什么差别啦。对啊。OK， 对，还是保有一贯的。但是如果以持香跟浓郁度，我推这一支，我推新版，更赞。更强。OK， 对，就是旧版一轮玫瑰，闻到后调，持续又闻得到，你就知道那个力道，我用声音音量来比较。那如果我闻新版的夜色玫瑰，这个后调玫瑰在，我找一下，差别在这里。了解，好吧 ，OK， 你会对我们今天这一支新版一轮玫瑰跟旧版一轮玫瑰跟新版的夜色玫瑰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好，谢谢你，谢谢，有点赞一下啊！喜欢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试香。对，好，这2支就摆在这边。对，好，台北市南京西路308号2楼。拜拜，谢谢，拜拜。